今日琴弹得挺好，想显摆的心拉都拉不住。你也不遑多让。要不是乐师把唢呐抓得起，这哀乐就要当堂走起来了吧？要真有唢呐，那不得给您吹一首欢天喜地的好音乐？好啊，今日这琴弹得好，笛吹得好，鼓打得也不错。这二胡嘛，拉得更是巧妙。哼，不过今儿个最让朕高兴的是，肃王的剑舞得好，舞出了气势。这才是我大夏男儿当有的样子。诸位爱卿以为如何？太子，今日你长姐和你弟妹都想着为恭贺新春，奏了曲，舞了剑。你身为太子，可有什么想法？儿臣不似他们能歌善舞，只能日后勤于朝政，多为父皇分忧，多为百姓造福。哼，说得好听，花言巧语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殿下。哎，怎么一个人坐这儿啊？阿姐怎么也来了？大殿里太闷了，出来透透气。是不是他们给你灌酒灌狠了？剥个橘子给你吃。怎么可能啊！若不是我想喝，有谁敢灌我？就是不想待了，出来了。川儿，无论你做什么，阿姐都支持你，别太委屈自己了。阿姐，你同我说一句实话，我就那么招人讨厌吗？大过年的，当着众臣的面儿，3番5次给我难堪，阿姐，这应该吗？不应该。阿姐，说实话，我曾经想过不当这个太子，但自从秦家落难那天开始，我就后悔了。阿姐说的对，人只有变得强大，才有选择权。阿姐，你放心吧，今日的委屈不会影响我日后变得更强大，不用担心，我知道怎么做的。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谈了这么久，我先走了。这便是长大的代价。苏大人，以后我需要你多多提拔。苏大人在。苏大人，我们告辞，先告辞了。苏大人，下官敬您一杯，苏大人。诸位，不喝了，再喝就多了，改日。好，那下官告退。那下官告退。苏大人，你不再喝一杯吗？裴大人，不喝了，在下还有些事情。苏大人，众目睽睽之下觊觎我的妻子，不太合适吧？你我同龄，也该找个姑娘了。而且你我是结拜兄弟，
当初还替我接过亲，这个人情，裴某一直记在心里。要不，裴某替你找个姑娘？裴文轩，殿下，你怎么才回来？我都困了。走吧。殿下，苏大人，您若真有事，咱们改日再聊。我和我的妻子回家还有事情。殿下，从前你与裴文轩过得那么痛苦，还要再来一遍吗？你到底来督察司是为的什么？弟弟想让我过来，那我就过来了。不过我内心深处啊，也想看看你跟殿下在做什么。所有人都在这宫墙内苦苦挣扎、勾心斗角，我厌恶那些伪君子。可你跟殿下与他们不一样，都是极少数逆流而上的人，所以，我就想看看你们这督察司到底是做什么的。哎，说说你，你为什么进督察司啊？或许和你一样，想活得像个人吧。我得让自己有用，我得为家族提供不能替代的价值，比嫁给一个人联姻更重要的价值。只有这样，我才永远是上官雅。身为女子，你比我想要走的路要更难。哎，不说这些，喝一个，干！苏荣华，我今天来找你呢，不是来跟你卖惨的。我呀，就喜欢跟你一起赌个小钱，喝个小酒，吵个小架。你还能想到跟我赌个小钱，喝个小酒，看来你对我印象不错啊。可能我们都是异类。都是异类，那你我就是同类。谁要跟你是同类？今天晚上啊，不醉不归。你这个样子，哪一家正经公子敢娶你哦？你这个样子，哪家正经姑娘敢嫁你？哎，要不咱俩说好，哎，都没有更合适的时候，那我们俩大伙过日子呗。好主意！哎，干杯！打火锅日子。干杯！哎，殿下，最近城里怎么来了这么多外地人？大概是为了恩科而来吧。恩科，不还有2个月吗？他们这么早来干嘛？你不知道，科举考试不仅考当时的文章，还可以将自己平时的文章投给主考官。若主考官喜欢，就算你考场上的文章一般，也可以根据平时的文章进入殿试。那这些普通考生要怎么样才能让考官看到自己平时的文章呢？在考场上随着卷子一起递上去。所以啊，这就是他们提前这么早过来的原因。考生们呢，会把自己的文章投给那些喜欢收纳的权贵府邸，被这些权贵看中了，才会推荐给主考官。如此看来，寒门学子确实也不一样。你也这么想？如若权贵推荐，主考官就可以酌情加分，那寒族想当状元，岂不是难上加难？权贵子弟又何须参加科举？他们本就承蒙祖上。就比如说苏荣清，12岁的时候就跟随祖父上朝议政，而普通人家只有通过科举才有出仕的机会。他们的对手呢，却多是有权贵为靠山的傲气世家子弟。这科举不公，大夏就难以发掘有才学的人，改变势在必行。殿下，寒门出世不易，如果我们遇到良才，要好好栽培才是。你真是长大。花钱，花
晋第一才子苏荣钦也招募了，若得他指点一二，何愁入不了仕啊？快！在下亦期待拜读各位的大作。李府随时为有学之士敞开。诸位，今日我们探讨的主题是识人之明，还请诸位畅所欲言。在下以为，识人之明者，有用人之度，有屈人之威。在下以为，还得有容人之胸怀，服人之德行。能识人者，自身亦是智者，但最重要的乃是他能接受比自身更高明之人，此乃真正的知人善用，识人之明。好，说得好啊！老夫也受教了。父亲也来了。诸位，这位便是家父，亦是当朝宰辅。右相大人，右相大人。好，好好。没想到苏大人也来了，这足见苏家纳人之诚啊！这可是当朝重臣，即便金科不中也值了。明年再来便是。可以举报他人舞弊吗？说了会不会被封口啊？这位小友言重了。本相承蒙陛下和天下百姓的信任，便要确保的是体制的公平。科举本就是为大夏选贤，又岂能容忍舞弊之事出现呢？好。诸位，有案情要陈述的，便可等论学结束之后，单独留下。你不会是一夜未眠吧？是啊，有点紧张。你其实是不相信我能帮你办成的，对吧？在下哪敢不相信公主殿下？这是我第一次升职，还是公主殿下亲自帮的我，自然会紧张了。行吧。入殿。一会儿见。陛下洪福齐天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爱卿平身吧。谢陛下。王尚书，你来说说吏部官员调动的情况吧。启奏陛下，吏部拟新晋刑部尚书苏荣清。谢陛下。居然顶替了我二叔，不知道使了多少坏招，抢到了刑部尚书。拟吏部侍郎裴文轩。我的个亲娘啊！说好的吏部考公主是正6品，怎么一下变成正4品了？裴大人，陛下，陛下，裴大人，裴大人晕倒了，裴大人，裴文轩，裴文轩，何事啊？启禀陛下，驸马晕倒了，臣先带他去休息，望陛下恩准。先送到旁边的偏殿，传太医，看看究竟怎么回事。谢陛下，快点，快点。怎么样？回禀殿下，驸马连日劳累，加上之前身上有伤未愈，之所以晕过去，是因为忧思太过，以致心神受损，多加调养几日即可。那可有其他需要注意的？
用药的话可有忌口。庞的倒是无甚大碍，只是这男女阴阳之事，其实无需太过避讳。如水……可以了，本宫知道了。还有其他的吗？多睡多吃，闲暇时多出去走动，放松心情也是好的。好，感谢二位。告辞。殿下。哦，对，赶紧让人去查一下，这吏部的事谁搞的鬼？是。他就那样当场晕了过去。当吏部侍郎不好吗？他这是气晕了，还是高兴坏了？自然是被气的了。裴文轩是个不可小觑、有心机的人，遇到这种事，他高兴不起来。连升8级还那么细，这怎么可能？他当吏部侍郎，朝臣不会同意，不仅当不上，还会让陛下猜疑。再者，督察司的权力过大，也会让陛下担心。陛下一担心，平越的朝堂之路就走到了尽头。不得不说，苏大人下了一步好棋。苏公子真是优秀。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要不要喝水啊？哎，不用。殿下，这后面的名单你听到了吗？我等一下去吏部取吧。殿下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但我这一下子升到了吏部侍，我给你定的是考公主师，吏部侍郎不是我做的。那这裴文轩未免升迁的太快了些。命好，没办法。你们刚才没瞧见吗？陛下的脸色。瞧见了，陛下因为平越公主手伸得太长，正恼着呢。只怕这驸马爷的侍郎是做不成喽。苏兄找我何事啊？上官兄，此次科举的主考官，你可有心仪的人选啊？不知道二位想要举荐何人呀？裴文轩。二公子，这玩笑开过了。他不是一直都跟咱们作对吗？王大人，您仔细想想，以陛下的性子，裴文轩他肯定做不成，因为他根本就不敢做。苏大人，我信你的才能，但你代表世家利益。娘娘，若是我把督察司送给您呢？我听闻，你曾心悦平越公主。前尘过往，不提也罢。您只需要说信或不信。你想让我怎么做？去找王后文，定裴文轩做吏部侍郎。荣庆，不管外界怎么说，在我心里，你永远是最好的、最优秀的。苏家就交给你了。参见殿下。裴大人，恭喜恭喜啊！裴侍郎，那咱们就吏部见呀。实在是折杀在下了。如今只是一个名单，在下又是资历尚浅，怕是担不起大任呢。哎，裴侍郎过谦了，我看好你啊。怎么了？哎呀，我头晕，赶紧回家就好了。裴大人，
恭喜升官啊！谢了。来，你慢点。你这装的太假，不然呢？太沉了。裴文轩，这只是送你的第一份大礼。殿下，刘大人跪在我这里什么意思？莫非是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？起来讲话吧。那你说吧。殿下，昨夜有人拿了5品以上吏部调任名单给下官，要求下官将裴大人的名字从考功主事上撤了。下官本不敢违背殿下旨意，可对方却说这是为了驸马好。微臣以为驸马能够担任吏部侍郎，肯定是要比考功主事好的。加上5品以上的调任名单会提前呈给圣上，圣上先看了驸马是吏部侍郎的候选人，再看下官你的名单，怕是会认为下官办事不周，故而你就把裴大人的名字从考功主事的名单上删了出去。驸马当了吏部侍郎是好事啊，你为什么这么害怕呢？找你的人是谁？他们怎么说的？是王后文王大人。他说柔妃娘娘想安排一个人担任考功主事的位置，让下官安排。下官不敢应下，便告知他考功主事已经定下来了。他问我是谁，我便告知了他，他便将驸马已经被定为吏部侍郎的事告知给了下官。下官也觉得事有蹊跷，可驸马已经被定为吏部侍郎，下官再怎么留也没用。可孰料今日驸马在朝堂上晕倒了，众位大臣纷纷传言，说是驸马太过于惊喜。可下官心里清楚，怕是下官做错了事，还望殿下恕罪。你先起来吧。这个事情我知道了，刘大人先下去吧。微臣告退。待下一次上课时，还请肃王殿下回答我，何以外王内圣？是，先生。见过苏大人。娘娘，微臣有一言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还请苏大人直言。肃王殿下应当主动请缨，担任此番考功主事。而且肃王殿下的母妃柔妃娘娘您，出身寒门，名正言顺。科举所招皆为寒门之士，毫无根基，招来何用？成儿，不得无礼。寒门亦有饱学之士，择其优者培养，假以时日，他们也能成为世家，而这些世家将为你所用。娘娘英明。苏大人高瞻远瞩，成儿，快谢谢先生对你的点拨。谢先生。朕问你，裴文轩是什么资历？你也敢把他放在吏部侍郎的位置上？你吏部的事，朕一向很少过问。朕相信你做事有分寸，可如今你什么意思？吏部侍郎这么重要的位置，他裴文轩何德何能？陛下，这裴侍郎虽然年轻，但他是公主驸马。这公主怎么了？公主就可以越过王法，越过朝纲，越过朕吗？说，到底是谁助裴文轩当上吏部侍郎的？给朕如实交代。陛下，平越公主求见。我见。是。等等，宣他进来。是。你先下去，回去闭门自省。
剩下的事朕会让人查清楚。臣遵旨。老臣参见殿下。王大人乃三品尚书，朝中老臣，这个礼仪我受不起。尚书又能如何呀？那谢兰清刑部尚书，又是谢家的家主，殿下不也是说扳倒就扳倒了吗？老臣好心提醒殿下一句，殿下的荣辱还是要看背后的上官家族。说到底，世家才是您的倚仗，可千万不能站错队，走岔了路啊！老臣告退。殿下，请。你这次回来，没有找过洪德吧？没有。我们都没有找过洪德。那他就是被人指使来诬告。可是以柔妃的手段，他应当想不出这样的招。柔妃的背后，8成是苏永清。你的意思是？殿下，苏公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太子大婚将至，刑部负责安全工作，事务比较繁忙。微臣呢，本来想借着公务来御花园散散心的，不曾想在这儿碰到了殿下。我在这儿散心，也是在想川儿大婚的事情。川儿婚期将至，可是他现在每天郁郁寡欢的，我都有些拿不准。对于他来讲，和上官氏联姻，到底是好还是坏？感觉每一个人，包括我在内吧，好像都在逼着他做选择。那殿下有没有想过，推迟太子的婚期，让太子有更多的时间选择呢？这倒是个办法。哎呦，可是太子大婚，乃当朝头等大事，这哪能说改就改啊？若是如此的话，微臣倒是有一个办法。我记得当时你只是对我提了一下，并未采取进一步行动。利用洪德推迟太子婚期一事，按道理说没有旁人会知晓。而且，这一次我们都没有找过洪德，苏荣清却利用洪德先发制人。更关键的是，他是怎么知道你想推迟太子婚期的？这个就是问题。这个说辞与我此前想的一模一样。推迟太子婚期，为什么偏偏是这个理由？而且这次回来，每一次他都能够未卜先知，难道都是巧合吗？所以你是说，苏荣清也回来了？殿下，我如此隐忍，只因上天捉弄。命运非让我在最珍视的苏家与殿下立选，我唯有避免苏家悲剧，稳住局势，才敢求娶。殿下，荣清的心思，你可知晓？相思兮，可追日月；许七兮，来年桃花。本是天上人，何以落凡间？若那些书你不要，明日可就是别人的了。那些书太过珍贵，在下如今人微言轻，还不配拥有。若将来有朝一日，微臣可以
他居然隐藏了这么久。我说他之前怎么不敢娶我？这下都解释通了。蓉蓉，我害怕的不是苏荣清同我们一样未卜先知，甚至还在我们之前出手谋算。我害怕的是你与苏荣清之间抛下我的17年。我有信心赢下现在的苏荣清，但倘若是陪伴了你17年的苏荣清呢？裴文轩，裴文轩，你不要多想。苏荣清对于我来说，只是一个故人。你知道，我心属于你，这与任何人都无关。你是我的妻子。我是。